近日，日本方面爆料，日本当前正在讨论出兵台海的话题，其内容在于，如果中美两国在台海海峡发生军事冲突，日本自卫队将如何利用相关法律采取对应的行动。在此之前，日本首相菅义伟刚跟拜登在华盛顿进行了会谈，该首相表示，他是拜登上台后第一个到访美国的外国领导人。据悉，这次日本和美国的会谈，他们把中国的台海问题也纳入了双方谈话的话题。众所周知，台海问题是属于中国的内政问题，无论是日本还是美国都无权干涉。可就目前看来，美国和日本所讨论的一切话题均与台海有关。按照他们的意思，两岸应该和平解决问题，确保台海安全。然而问题在于，大陆是否用和平的方式解决，还是武力解决，都不是日本和美国该操心的。台海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及到该地区的事情，等同于触及到中国的底线。在此背景下，不管中国采用什么方式，那都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至于为什么美国和日本频繁拿这样一个话题做文章，在分析看来，他们想借着打台海牌来针对中国。例如，美国这段时间先是公开表示站在台海这一边，随后派出军方人员进入台海展开相关的人员训练，紧接着计划对台出售新一批武器装备。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美国这个国家不可能是真的想要帮助台海，而是用这种方式挑拨两岸的关系。这样一来，美国还能从中赚台海的钱，让美国的军工集团发一笔横财。而日本打台海牌，一方面是为了跟随美国的步伐，另一方面也是想多一个制衡我国的点，和美国借着应该保证台海和平为一个话题。明面上是为了台海的和平，实际上就是在变相鼓励台独。别看日本和美国对外释放出的意思是希望两岸能够和平解决矛盾，但倘若台当局领导人在看到美国和日本有意站在自己这边的话，对外宣称要搞台独，那么大陆不可能不动武，军事手段届时是肯定会使用的。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美日两国打台海牌不过是在变相挑拨两岸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变相的支持台独。一旦台当局将美日两国所谓的支持当成底气，下场必定惨烈。自己身为美日对付中国的棋子，本就是被利用的那个。台海若是没有认清这个现实，反而真的引爆了两岸之间的战争，就只有单方面被大陆暴打的份。因为不管是美国还是日本，都不会当台海的挡箭牌，他们不可能损失自己的利益去帮助一颗棋子。之所以现在力挺台海，只是希望中国人打中国人。近日，相关社交媒体账号上发布了一张卫星图片，该图片中显示，辽宁舰航母编队当前正在菲律宾海水域朝着宫古海峡航行。令人惊讶的是，美军一艘伯克级导弹驱逐舰插队混入中国航母编队，紧跟监视辽宁舰。打从中国辽宁舰航母编队在西太平洋展开训练以来，美国就对此特别关注。该国希望认为中国航母远洋训练是用来收集我国军舰情报的最好机会。只不过没想到的是，美军舰如今已经不再满足于近距离监视，直接混入航母编队里了。而就是这样一张不知真假的照片，倒是让台海网友非常兴奋。他们甚至开始幻想水面下还有美军潜艇在跟踪辽宁舰。在两岸关系紧张之际，台网友摆明了一副看好戏的模样。本就迫切希望能够借美国的手对付中国的他们，这一下似乎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可所谓的常识，他们是真的没有吗？要知道，我国辽宁舰电子设备非常先进，配备了国产相控雷达。如果美军舰艇真的在水下跟踪，中国舰队不可能发现不了。再者，从这张照片中可以分析出，当时的情况应该是我国055型驱逐舰在前方引领，至于美军军舰也不过是越过了中国航母编队最后方的呼伦湖号补给舰。中国054A 以及另外2艘052D 驱逐舰可以在第一时间将美军军舰和辽宁舰航母隔开。从这个角度来看，相当于直接打断了美军军舰靠近辽宁舰的企图。这足以说明，面对美军军舰的举动，中国护卫舰一直都有在时刻注意。一旦美军军舰有什么过分的举动，我军护卫舰必定对其进行攻击。至此，与其说是美军军舰插队混入辽宁舰编队，倒不如说是美军军舰被我国军舰包围了。当然，中国军队还是太年轻了，美军军舰此次强势混入中国航母编队，这样的机会我国必须抓住。训练中的假想敌哪有真对手更能锻炼军事技能和心理素质的？
现在的中国海军的装备实力虽说在南海不畏惧任何对手，但装备上去了，年轻的中国海军便要苦练军事技能了。既然都选择要关门苦练了，为什么不直接在对手面前训练？现如今有美军军舰这样的靶船，我军辽宁舰编队完全可以围绕美军军舰演练更多的战术。在当前的和平时期有这样的机会，可以说是非常少。对此，我军必须要抓住如此难得的机会，多进行训练。反观台海网友高兴得太早了些，他们肯定没想到美军军舰的到来反而给了我军一个绝佳的训练机会。最近这段时间，日本彻底暴露狼子野心，屡次发表涉台言论，妄图干涉中国内政。在涉台问题，日本更是反复横跳。前段时间，日本首相菅义伟访美，和美国就台海突发事态进行了联合声明。然而，在回国后，菅义伟表示不会军事介入台海局势，试图混淆视听，采取模糊政策。然而，在背地里，日本政府却仍然动歪心思。在4月25号，日本共同社报道，多位日本政府人士透露，日本政府已经开始正式讨论台海出现事态时自卫队活动相关法律运用。日本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感到担忧，正研究如何应对危机。如果日本亲密伙伴遭到威胁，那日本自卫队将为美军或其他伙伴提供后勤支援。如果直接影响到日本本身，那日本将被允许进行集体自卫。即使由于日本宪法第9条禁止日本使用武力解决国际争端，但在2016年，日本通过安保法案，允许日本在特定情况下实行受限的集体自卫权。分析称，日本一直都在借美国的恶华政策，试图给自己解除战败国的束缚。同时，日本也担忧崛起的中国削弱其在亚洲的影响力，更是由于其在2战犯下的罪孽，心虚害怕被报复，所以只能选择跟着美国站在反华前线。更令人惊讶的，其实不是日本政府的态度，而是日本国民的态度。近日，日本经济新闻和东京电视台做出一项权威民调显示，74%日本受访者支持日本参与维持台海局势稳定，只有13%人反对。这份民调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同时，该报中国分社前社长高桥哲史认为，当前日本只能选择站在美国这一边。如果美国介入台海冲突，日本给美军或者伙伴提供援助，必然会遭到波及。如果日本民众知道卷入台海可能会导致日本本土遭到攻击，甚至可能遭到核弹轰炸，不知道他们还会不会这样选择。看来日本又想赌国运了。事实上，在及其成员中最应该低调的就是日本，可偏偏就是日本最不安分，总是窜得最高。中国与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都有往来，无论是友好国家还是曾有冲突的国家，都希望大方面向未来。但是有一句话却是专门针对日本的，即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其含义我想日本人也懂，他们曾给中华民族留下难以磨灭的痛苦记忆，现如今还想假借美国的手对中国发起不切实际的行动，更激发了中国人民对日本血债血还的呼声。如果74%日本人支持日本介入台海，阻止中国武统，那100%的中国人将支持新账旧账一起算。